沈清哥，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今天是母妃寿宴，你拿这种不入流的粗鄙玩意儿来糊弄，甚至还想用它来陷害双儿，你的教养都吃到狗肚子里了吗？王爷，别怪清哥姐姐，都是双儿不好。我只是看着这玉佩雕工粗糙，边缘甚至还有血迹，担心戴在太妃身上这不吉利，才想着帮姐姐擦拭一下。没想到清哥姐姐会突然推我。你跟她解释什么？你就是太善良，才会被这个女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你沈清哥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让你受这种委屈？这太常四卿家的千金，怎么还是这副上不得台面的德行？听说为了查阅瑞王爷，今天做些自降身份的事。今天可是太妃寿宴，他居然还敢争风吃醋，真是丢尽了文官清廉。瞧他那双手，粗糙的跟个粗使丫头似的，哪里还有半点大家闺秀的样子？真是白瞎了那副好皮囊。为了这枚辟邪玉佩，我在佛前跪诵了99遍平安经。为了亲手雕刻出完美的纹路，我没日没夜地握着刻刀，好几次刻刀深深扎进莲叶，用清水洗干净。我也只是雅染红原料，生怕脏了给太妃妃的寿礼。我以为只要自己足够诚心，低到尘埃里，就能换来这个男人的一丝垂怜。可结果，换来的只有他毫不犹豫的一脚践踏。沈清哥，本王跟你说话，你聋了吗？给双儿跪下，赔礼道歉，然后滚回你的太常寺府。没有本王的允许，不准踏出房门半步。你笑什么？沈清哥，本王让你跟双儿道歉，你捡这些烂皮头做什么？两世为人，上也是这样为了这个男人作茧自缚，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惨死冷宫的下场。这一世重生归来，我竟然还抱着一丝虚妄的执念，以为能改变他的心，不过蠢得无药可救。萧景睿，你放肆，竟敢直呼本王名讳！这块玉是我花了3个月时间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你说它是不入流的粗鄙玩意儿，那便碎了吧。至于道歉，柳如霜，举头三尺有神明，当年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最清楚。今天你用下作手段摔碎这块玉，我不怪你，因为这种眼盲心瞎不知好歹的男人，也只有你这种满腹心机惯会装可怜的胚子才会当成个宝。沈清哥，你找死！萧景让，从今日起，你我婚约作废，此生此世生死不复相见。姐姐，你别走，是双儿错了，你别和王爷走毒气啊！沈清哥，你竟敢当众羞辱本王！小姐，外头那些人传得太难听了，他们说您在瑞王府疯魔了，连王爷都敢编排，还说您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老爷气得连早朝都没去，正在前厅砸茶碟呢。急什么？传得越难听越好。萧景睿爱惜名声如命，如今满城风雨，他比我更坐立不安。柳如霜，你一大清早就往我这太常寺宣府跑，怎么？瑞王昨夜没留你在王府过夜？姐姐，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逞口舌之快？妹妹今天来是特意来给你送消息的。姐姐昨夜闹得那般决绝，朝野震动。陛下为了安抚文臣，更为了惩戒瑞王的荒唐，今日一早便拟好了旨意，要给姐姐重新指一门婚事。哦，那我是不是该谢主隆恩？姐姐，你怕是还不知道指给谁吧？是霍战，他身高8尺，面目可憎，在战场上的边境就被他杀得煞气将军。必先把你指给他了，未婚妻。姐姐，你这一世可算是彻底毁了。霍战，如今看来，这门婚事反而是大齐皇帝给沈家的一道恩赐。毁了？霍将军克敌制胜，保家卫国，是大齐的英雄，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粗鄙嗜血的怪物？柳如霜，你对一品边臣如此不敬，若传到陛下耳中，你猜定远侯府担不担得起这个罪名？你少拿大帽子压我，你就嘴硬吧。等那糙汉把你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时候，看你还能不能这么高傲。那就不劳你费心了。听主，送客。以后猫啊狗啊的别往我院子里放，平白脏了地方。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赐婚太常寺卿之女沈清歌与定丁将军霍战，则即日完婚。钦此。清歌是为父无能，为父这就进宫面圣，哪怕罢官夺爵，父也绝不让你嫁给那个粗汉。父亲，不可！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况且女儿愿意嫁。父亲，您听女儿说，
萧景睿心胸狭隘，昨日女儿当众退婚，已将他彻底得罪。他若登基，沈家必有灭顶之灾。而霍战手握聘兵，深得地心。最重要的是，一能让萧景睿死心，二下给沈家找一个稳固的靠山。至于外面的传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女儿不信一个能平定边疆、护佑百姓的英雄，会是个毫无心山的野兽。听说了吗？那霍将军连大字都不识几个，送聘礼怕不是要送几担风干的狼肉，几把沾血的砍刀吧？那沈清歌平日里自诩清清高高，到头来却要嫁给一身臭汗的糙汉，真是笑死人了。这就是那个粗鄙将军，怎么生得这般威武？哼，长得高大有什么用？还不是个不懂礼数的大老粗。一品定海将军送聘，南海夜明珠12对，东海珊瑚树2尊，北地极品紫貂皮50匹，百年野山参30株，西域汗血豹马1双，纯金打造马具1副，蜀中蜀锦100匹，苏杭客头100匹。那夜明珠有拳头那么大吧？整个京城都找不出几颗。那貂皮连一根杂毛都没有，这得值多少银子？不是说寒门出身没有底蕴吗？这聘礼的分量，怕是连亲王娶正妃都比不上吧？霍将军，岳父大人，折煞末将了，叫我霍战便好。霍某是个粗人，不懂京城的弯弯绕绕，更不会那些酸溜的诗词歌赋。但我霍战在此立誓，只要沈姑娘嫁过来，霍府老小，包括我这条命，皆听夫人差遣。只要有我霍战在一日，便绝不让夫人受半点委屈。亲哥，愿遵将军之命。小姐，您真美，只是那瑞王府简直欺人太甚。他又做什么了？奴婢刚刚听到前院的消息，想贝等故意挑了今天迎娶柳如霜进门。姐姐，你何苦跟王爷闹到这一步呢？如今倒好，你嫁给那个粗鄙的霍战，人家王爷却八抬大轿抬了如霜姐姐进府。一会儿两家的迎亲队伍要是撞上了，姐姐这张脸，怕是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听竹，拿凤冠来。既然是圣上赐婚的一品诰命仪仗，自然要穿戴一丝不苟。至于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妾室迎娶，有什么资格与本夫人的正妻大礼相并论？是小姐，你就嘴硬吧，一会儿到了大街上，看谁丢人。起轿，迎夫人回府。皇家仪仗在此，前方何人？还不速速让道！冲撞了瑞王殿下的福气，你们担待得起吗？霍将军，今日是本王妃大喜之日，本王念你初入京城，不懂规矩，不与你计较。现在带着你的人退到街角避让，否则休怪本王治你一个对皇室大不敬之罪。大不敬！萧景睿，你给老子听清楚了！大齐律法，一品武官娶妻，向朝廷正一品仪仗规格。本将今日娶的是明媒正娶的将军府正妻，是陛下亲笔御赐的御婚。而你不过是那一个妾，一个小小的侧妃，连皇家御蝶都进不去的玩意儿，也配让本将的正妻仪仗给你让路？你放肆！本王是皇子，你敢对本王不敬？皇子又如何？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日是陛下赐婚的大日子。本将走的是大齐朝堂堂正正的阳关大道，你了一个妾室，公然在街头阻拦一品诰命夫人的花轿，你眼里还有没有陛下？还有没有朝廷法度？让路！王爷，这可怎么办啊？让开！我说让开，听不懂吗？夫人，路通了，咱们回家。这个初次见面的粗鄙将军，却在全天下人面前给足了我该有的尊严与底气。好。小姐，这将军府的规矩，瞧着跟咱们太常寺府当真是不一样。奴婢方才在院子里瞧见，伺候的丫鬟婆子个个步子扎实，连个大声说笑的都没有。而且奴婢听说前厅那些来贺喜的武将都是用坛子的，那声音隔着几层院子都能听见，当真是吓人的很。军中儿郎向来豪爽，
不似京中文人那般讲究虚礼，这样倒也干净，没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心思。两世为人，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我辈子弟即将与我共度一生的陌生人，心里终究还是有一丝将军变。他白日里在朱雀大街上那般狂暴护短，不知道关起门来又会是怎样一副忐忑。姑爷回来了。将军那个夫人，白日里在街上没惊着你吧？京城那些文人规矩多，我不太懂，要是哪里做差了，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将军今日在朱雀大街上维护了亲哥的尊严，亲哥感激不尽，又怎会怪罪？怎么了？怎么弄的？无碍，只是凤冠有些重。这帮礼部的酸儒，办起事来一件比一件窝囊，做个老师手势也这么糙，你还愣着作甚？过来，把这玩意儿给夫人摘了。哎，等等，老子自己来。你笨手笨脚的，别伤着他。青哥，你别动啊，要是疼了，你就掐我。什么狗屁东西，成个婚比上阵杀敌还遭罪。那个听竹是吧？去跟外面的婆子说，弄点热水来，顺便弄点吃食，要热乎的、容易刻化的面条或者点心。夫人做了一整天，铁定饿坏了。是将军，奴婢这就去。将军，坐吧。青哥，在这儿没有京城那些文人府邸里的破规矩，以后在府里，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累了就歇着，不高兴了就骂人，天塌下来有我霍战在前面顶着，谁要是敢给你气手，老子直接带兵把他全家。好，青哥记下了。老管家，你给本帐好好瞧瞧，这身衣裳当真不怪异。京城的文人不是最讲究什么君子如玉吗？本站穿这颜色，会不会显得太像个不懂礼数的粗人？君您就放100个心吧，这通身的气派威武着呢。依老奴看，这全京城的世子爷加起来也没您这份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夫人瞧了必然喜欢。你懂个屁！那些读书人嘴皮子利索，本将自己丢脸不要紧，那是万万不能让夫人跟着受委屈的。将军今日穿这身，真是一表人才，好看得很。父亲见了定会宽心的。只要夫人不嫌弃，我天天穿给你看。请。小婿霍战，见过岳父大人。好，好，一家人不必多礼，快进屋，外头风大。边疆风沙大，北蛮子冬天没粮，就喜欢越境抢劫。本将带兵驻扎在孤城，只要城墙长枪还在，就绝不放一个敌兵进关。无耻之尤，当真以为这京城是他可以只手遮天的地方了？父亲，发生何事了？太常寺卿府今日好生热闹，本王不请自来，沈大人想必不会怪罪吧？微臣见过瑞王殿下。王爷，您瞧瞧，靖哥姐姐如今嫁了将军，这通身的气派可真让妹妹艳羡呢。只是妹妹姐姐这大红的衣裳，让我想起了那粗鄙干干一起活的军户妇人。姐姐面将赞出平，可是不以送节种，最讲究事情画饼。如今为了迎合将军的喜好，将节尊严和牙煞的粗鲁不要了，怕是连觉都睡不安稳了。本王早就说过文武殊途，霍将军虽然在边境有些战功，在战场上有些蛮力，但到底是个寒门出身的文样样粗人，那是京城1等1的才女，如今却要天天面对一个满身臭汗的莽夫，这日子过得怕是连句能听懂的贴心话都说不上吧？当真是明珠投案。瑞王殿下，文武殊途这4个字从您的嘴里说出来，真是脏了这4个字。我夫君霍战14岁从军，在北地严寒风沙漫天之地厮杀整整10年，他手里的刀斩的是进犯大齐烧杀采掠的蛮夷敌寇，他身上的甲护的是我大齐千万百姓，包括殿下您在内的安宁。
大齐开国太祖曾有预训：无武不立国，无文不安安。怎么到了瑞王殿下嘴里，这保家国留下牺牲的旷世功臣，就成是唯有蛮力的莽夫了？沈清歌，你放肆！殿下先别急着恼羞成怒。清歌的话还没说完呢，殿下自诩胸有诗书，懂风雅，瞧不起我夫君没读过几本圣贤书。可清歌倒想问问殿下，前年关外大旱，赤地千里，百姓流离失所，我夫君获战在边境开仓放粮，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军功赏赐去救济灾民的时候，殿下您在做什么？您在京城的红楼橱馆里，为了博红颜一笑一掷千金，写那些无病呻吟的艳诗。去年北蛮撕毁盟约，围攻孤城，我张飞带着200轻骑孤军深入，九死一生斩杀敌手，解围城之困。大齐将士死伤无数的时候，殿下您又在做什么？您在朝堂上为了争权夺利，构陷忠良，甚至连父皇的寿礼都要斤斤计较，生怕落到了下风。不过是建在边疆无数拓疆，殿下您把白骨筑起的城窑之上的空中楼阁，没有我沈清哈，却怕是连坐在这喝茶自诩风雅的机会都没有。拿着将士们拿命换来的太平，却敌守混的英雄，您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眼里去了吗？至于贴心话，我夫君虽不通诗词，但他知冷知热，懂得顶天立地，懂得用命去尊重，去爱护自己的妻子，不似某些人表面道貌岸然，实则眼盲心瞎，连身边藏了个满腹心机、惯会偷梁换入的毒妇都看不清，简直是枉为人子，枉读圣贤。沈清歌，你怎敢如此侮辱王爷？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对王爷大不敬！沈清歌，你这个疯女人，你找死！萧景睿，老子给你脸了是不是？当着本将的面想动本将的夫人，你动一个试试？信不信老子今天就让你横着走出这太常寺卿府？夫人答得好，这等满嘴喷粪的胚子，何该赏他巴掌？就是下次再有这种粗活，夫人千万别自己动手。瞧瞧，这坯子脸皮太厚，把夫人的手都打红了，疼不疼？下回跟本将说，本将皮糙肉厚，替你打。王爷，姐姐今日也来了，您瞧，她仗着将军府的事，如今连皇室的尊严都不放在眼里了。双儿放心，本王今日定要让他们在这猎场里颜面扫地，付出血的代价。颜面扫地怎么够？我要他死！只要跑起来，毒针就会刺入骨髓，前面就是常年乱石临行、野兽出没的黑风谷禁地。沈清歌，你今天注定死无全尸！哈哈哈！天降祥瑞，谁能替朕擒得这只白虎，朕重重有赏。霍将军，北侧密林发现大球虫踪迹，有惊驾之危，皇上命你速速带兵前去接驾支援。将军快去吧，圣上安危要紧，有听竹和这4位亲兵护着，青儿就在这外围，绝不乱走。你们4个留下，护住夫人，本将去就回。希望他平安回来。夫人小心，快追放信号弹！
秦哥，你怎么样？别怕，老子来了，老子在这儿。将军小心身后！给老子死！畜生，老子宰了你！对不起，你忍一忍。秦哥，你没事吧？狼崽子被老子宰了，别怕。我没事，我一点事都没有。火战，你这个笨蛋，谁让你用背去挡的？你是大齐的一品将军，你的命比我重要的多，你知不知道？胡说八道！老子皮糙肉厚，流点血是算个屁！只要你命没伤着，老子这波不亏。夫人，属下等人在黑风上方仔细检查了那匹发狂的白马尸体，在马鞍内侧最隐秘的夹缝里发现了一个东西，这是西域特制的丰寿散。此药无色无味，一旦刺入畜生肉里，随着颠簸深入骨髓，便会彻底激发野兽的狂之症。夫人，那白马并非无缘无故受惊，这是有人在御前围猎之中蓄意谋杀。好一个柳如霜，好一个萧景睿，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夫人，属下这便带兄弟们去摘了那瑞王府和定远侯府的脑袋。胡闹！萧景睿是一国皇子，定远侯府是开国功臣。你们若是此时夜袭王府，便是拥兵自重，公然造反。届时不仅坐实了外人编卖货币无礼、目无国法的借口，那咱们就白白吃了这个哑巴亏。将军如今还生死未卜啊！吃哑巴亏？我沈清歌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这3个字。他们既然用这等下作手段，那就别怪我要了他们的命。听主，传本夫人的令，按贵宾分2路，一路拿着这枚毒针，连夜去京城定汇流市外药铺核查；另一路去给我把负责围猎马匹的那个玉系钉死，绝不能让他被灭了口。霍夫人，您这是出何大案，竟要惊动我大理寺？沈清哥，你闹够了没有？秋围围猎，马匹惊扰，本是意外。你不好生在府里伺候你那半死不活的兵嘎上夫，跑到这大理寺公堂来作甚，简直是丢尽了大家闺秀的脸面。姐姐，千错万错都是双儿的错。姐姐若是对双儿有什么不满，大可冲着双儿来，何苦在这朝堂圣地无中生有，坏了王爷的名声？萧景睿，你闭嘴！本夫人日来大理寺是要状告定远侯府嫡女瑞王侧妃一品诰命夫人御前围猎，意图惊驾，触犯大齐律法，罪不容诛。你血口喷人！呀，证据呢？大理寺卿大人，证据在此。大堂下跪着的御手乃是皇家猎场的管事，他已然招供。秋闱前夕，柳如霜身边的贴身丫鬟翠儿亲自赐了他白银500两，命他在本夫人的马鞍里扎进淬了丰寿散的毒针。这瓷瓶里装的便是黑市药铺里查到的剩余药散，上面清清楚楚的盖着购买之人的指纹和定远侯府的对牌。你胡说，这是构陷，是构陷！大人，我夫君霍战为大齐守土拓疆，如今却躺在病榻上生死未卜。他的妻子在天子子角皇家猎场试之中遭遇如此下作的谋杀，这大齐的律法还是保护在前线阴暗角落里争风吃醋、目无国法恶毒妇人。人证物证俱在，来人，将嫌犯柳如霜打入大牢听审审。翠儿及定远侯府涉案人员立刻缉拿归案。王爷，王爷救我！
王爷，您少喝点吧，保重身体呀！滚！都给本王滚出去！8年前南方大水，我染上疫病，危在旦夕。是一个蒙面少女在破庙救了我，不眠不休照顾我3天3夜。她走后只留下这块手帕和这神秘药方。3年前柳如霜在诗会上掉落了一模一样的手帕，承认是她救了我，我才将她视为白月光。为了她，我不惜冷落沈清歌。不，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自己对不上，完全对不上。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当年救本王的人不是双儿，那他手里的那块帕子是从哪儿来的？他为什么要骗本王？这种比例，这种风骨，沈清歌以前就是写的一手极漂亮的钟繇体，比例最是苍劲。不可能，绝对不会是他。他当年那么缠着我，如果是他救了我，他为什么从来不说？夫人，你慢点，本竟来背你。将军，御医都说了，你后背伤口深可见骨，切莫用力。清歌只是坐着有些乏了，哪里需要你背？那怎么行？御医算个屁！老子在边境会受比这重10倍的伤，隔天就能上马杀敌。清歌，以后你多笑笑。你笑起来的时候，老子连身上的伤口都不觉得疼了。只要你高兴，天天让老子给你当牛做马都成。堂堂一品将军，整日里胡说八道，也不怕让黑甲卫的兄弟们听了笑话。沈清歌，萧景睿，你这条丧家之犬，今日又想来找死不成？沈清歌，本王问你，8年前大齐南方大水，瘟疫横行的时候，你在不在关外？这张治病的疫病药方，到底是不是你写的？当年我确实在关外救了他，回京后发现是他，本想告知，却被柳如霜设计偷走手帕，对牌冒名顶替。前世的我太骄傲，觉得即便没有救命之恩，他也该爱我，便瞒了一辈子，直到惨死冷宫，多讽刺，多可笑。瑞王殿下，是与不是，如今重要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承认了是不是？当年救本王的人真的是你，对不对？萧景睿，你真是可怜又可恨。当年柳如霜拿着从我这里偷走的手帕和功劳，在你面前演了3年的戏。你是他掌上明珠，却将我的一世深情践踏在泥潭里。如今你跑到这里来求证什么真相？王爷，当年碎掉的可不只是玉，我如今满心满眼只有我的夫君。至于你萧景睿，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来问我的过去？给我滚！北蛮调兵10万，公然进犯我大齐北疆边境，前方战事吃紧。可朝廷3个月前就该批下来的军饷粮草，至今未到1粒。前线将士已经断粮3日，如今不得不杀马重施，霍家军危在旦夕啊！说什么？兵部和护奔3个月前就公然下拨了军饷调令，为何前方至今未收到1粒粮食？回将军，户部押运官推脱说路上遭遇连月暴雨，山洪冲毁了栈道，粮草全部霉烂在半路上了。山洪霉烂，前世这个时候，霍家军因为粮草接济不下，生生用血肉之躯在城墙上和北蛮对号，死伤过半，元气大伤。如今看来，这根本不是天灾，是人祸。听主，去把暗卫统领叫来。查到了吗？这批粮食到底在哪？回夫人，查到了，那批所谓的霉烂粮食根本没有出关，而是被秘密运往了京郊的定远仓，是柳如霜的父亲定远侯柳沧海一派的贪官污吏，在户部和兵部暗中联手，故意克扣扩押了这批军饷物资。他们不仅想在死牢里保下柳如霜，更想借北蛮之手活生生掐死霍将军，彻底除掉将军这个眼中钉，当通敌卖国的国贼。老子现在就带兵去平了定远仓，剁了柳沧海的狗头！站住！你疯了不成？柳沧海既然敢扣，就早就在定远仓设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你这个边将带兵去抢。那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老子的兄弟去吃土，去送死吗？霍战，你听清楚了，你是大齐的战神，你的战场在北疆，在关外，去披上你的战甲，去着急的旧部，立刻北上稳定军心。至于后方的军饷和粮草，你不要管。我沈清歌今日在大厅里给你立下军令状，7日之内，我定会带着10万担粮食完好无损的送到北疆前线。你打你的仗，我供你的粮，我们夫妻携手，活生生撕碎这帮国贼的阴谋。好，一切就交托给夫人了。
听竹，把所有的嫁妆账册以及将军府账面上所有的流动银两全部核算出来，全部变卖抵押，半个时辰内我要见到现银。夫人，有些不对劲，四周的林子里太安静了。往日里这个时辰，断红峡内的惊鸟总会啼叫，可今日却连半声虫鸣都没有，前方怕是有埋伏。我虽不会未卜先知，但柳沧海内派人绝不会任由我把粮送到前线。车队停下。此山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夫人，这些根本不是普通的山匪，瞧他们的站位和握刀的姿势，进退有据，呼吸沉稳，这分明是私下里豢养的死士。听竹，扶我站起来。我当是谁呢？深更半夜聚在这断魂峡内学狗叫，原来是定远侯府见不见光的看门狗啊！沈清哥，你少在这装腔作势，老子管你什么将军夫人、侯府千金，识相的就把这些粮留下，否则老子让你这细皮嫩肉的小娘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要我的粮食，只怕你没那个命。霍家军何在？那些黑甲精锐，不过是100名暗卫拿着多余的火把在山头上来回跑动。不过能拖延一息足够了。兄弟们，别被这臭娘们给骗了，她在虚张声势，跟老子冲过去烧了粮食，杀了沈清哥。反应倒是不慢，可惜太迟了！暗卫听令，斩断前排车马锁链，放控火攻。末将霍战带前方10万将士，谢夫人救命之恩。谢夫人救命之恩。把粥喝了，折腾了一整夜，你身子吃不消。你自己的伤口裂了，为何不让军医包扎？老子皮糙肉厚，这点小伤算个屁！都是萧景睿和柳如寒在京城用毒针害你不够，到了关外还要买通死士烧粮夺命。青哥，你留在营里养伤，老子连夜点齐5000天骑，杀回京城，把定远侯府和瑞王谷满门抄斩。胡闹！青哥，你别动，老子不去了，老子不去了还不行吗？霍战，柳沧海扣押军饷，买通悍匪，走的是阴暗下作的死路。前线被10万大军压境，战火一触即发。你若在此时带兵回京私设公堂，大齐的百姓会怎么看你？前线的将士会怎么看你？你这是在亲手把霍家军送上断头台。凭什么他们在京城锦衣玉食算计我的人，老子却要在这里给他们守大门？谁说让你咽下这口气了？柳如霜如今还在大理寺的死牢里。柳沧海这次动用了侯府私兵，越界全军覆没，连首领的脑袋都在我们手里。这已经是通敌卖国、意图颠覆边防的铁证。只要你打赢了关外这一仗，拿着克敌制胜的不世之功，再将这些证据800里加急呈地御前。到那时，皇上为了平息10万边军的怒念，也必须亲自下旨，将定远侯府满门抄斩，将萧景尧彻底贬为庶子。借刀杀人要用天子的刀，才砍得最干净。你懂了吗？将军，北蛮右贤王亲率3万铁骑，作为先锋，已经连夜突袭了我国北侧的瓦口关，守军伤亡惨重，瓦口关危在旦夕。主力大军若不立刻出征迎敌，一旦关口失守，北蛮铁骑便可直入中原腹地，届时百万百姓将沦为屠刀亡魂。本将知道了，传令下去，3军造反，半个时辰后，霍家军全军开拔迎击。末将得令。去吧，铠甲在身，将士在后，你是他们的天，去把北蛮人打烂。我在这大营里等着你凯旋。这是霍家军的兵符，见此符者，如本将亲临。北疆6州定兴将军府麾下10万铁骑3000暗卫，皆可由持符之人1人调度，违令者就地斩首，诛9族。霍战，这是你的兵权，怎么能……你听老子把话说完。
这是本将这些年在边境杀敌、番邦进贡的所有赏赐底册。这里面有江南的13处百亩庄园，京城的5座3进大宅，还有大通钱庄里建字集兑的300万两现银现票。这些是老子在死人堆里爬了10年攒下的全部身家。秦哥，本将这次面对的是10万北蛮铁骑，沙场刀兵无眼，这些谁也不敢保证能没有家族第一。但我绝对不能让我霍战的女人受半点委屈。这些东西今日全部交托给你。老子若是一不小心君生魂落，便除过皇上和萧景耀那2个混蛋，见了手握兵符资产的你，也得恭恭敬敬地称一声国公夫人。拿着他们，改嫁也好，守寡也罢，只要你活得快活，老子在九泉底下也踏实了。霍战，你闭嘴！谁准许的说这些丧气话的？谁准许你把这些破烂玩意儿留给我的？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允许，阎王爷也带不走你。秦哥，我这铠甲硬，别硌着你。不放，我这辈子都不会放手。霍战，你给我听好了，你娶了我沈清歌进门，我就是这将军府唯一的执掌者，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你若敢死在战场上，我隔天就拿着你的兵符改嫁，让你在九底司瞑目。好，不愧是我霍战明媒正娶的夫人。秦哥，有你这句话，老子便是到了阎王殿，也能单枪匹马杀回来。你在后方给老子备好庆功酒，看老子这次怎么把那帮北邙杂碎的脑袋一个个拧下来给你当球踢。等我回来。霍战，你打你的仗，这后方的鬼魅魍魉，本夫人替你一个不留的全部捏死。小姐，外头那些人说话真是太黑心了。他们传800里加急，说北蛮第一猛将拓跋余一枪刺穿了将军的胸膛，说将军身中数箭，身陷重围，早已死无全尸了。他们都巴不得将军回不来，连府里几个负责洒扫的粗使婆婆，今早都在私底下嚼舌根，被奴婢当场让人赏了嘴巴子撵出去了。跳梁小丑，何必理会？霍战手握10万兵符，在军中威望顶天，他若不倒，京城里那些贪官和皇子便睡不安稳。这谣言传得越厉害，便越说明前方的战事正处于焦灼定柄的关键时刻，有人坐不住了。听主扶我起来，去备车。今日是月中，本夫人要去京郊的青龙寺，为前线的10万将士上香礼佛，祈愿我大齐江山社稷，国泰民安。停！前方何人竟敢拦截定丁将军府的銮驾？沈清歌，下来！沈清歌，你少在这跟本王装腔作势！你以为你还能当几天的将军夫人？北疆的战报，本王昨夜在宫里亲眼瞧见了，瓦口关已经被10万北埋铁骑彻底踏碎。你那兵毛夫君身中数箭，如今怕是早就烂在关外的乱石堆里，死无全尸了。清歌，本王如今什么都知道了。当年在关外破庙里不顾生死照顾了本王3天3夜的救命恩人，其实是你，对不对？是柳如霜偷了你的对牌和手帕，在王府里冒名顶替。本王承认，过去是本王眼盲心瞎，让你受了天大的委屈。可如今柳如霜已被本王彻底扫地出门，打入死牢。清歌，你心里是有本王的，否则8年前你为何要拼了命救我？前些日子你当众断簪长街大闹，不过是在跟本王赌气，嫌本王不够宠你，对不对？如今霍战那个大老粗已经死在关外了，没有了霍战的庇护，定听将军府随时会被朝廷收回，你们沈家也会遭到本王一派文官的疯狂报复。本王念在当年8年的救命之恩，也念在你我往日的情分上，今日特意在这里给你指一条生路。只要你现在跪下，冲着本王认个错，承认你之前在寿宴和归宁宴上的所作所为都是一时后可以既往不咎，亲自进宫面圣，求父皇保留你沈家的爵位。等霍战的死讯坐实，居然会八抬大轿，小会本王保证，日后这王府内院皆由你一人执掌，这无上的荣华富贵与皇室庇护，足够保你下半生无忧。沈清歌，能伺候本王是你这辈子修来的最大福分，你还不快快谢恩？可像你这般将不见过无恙卑劣、恪尽古赖，把自私自利当成深情敷舍的皇子，真是让我开眼了。当年在关外救你，是我做过的最恶心、最愚蠢、最枉读圣贤书的错事。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柳如霜偷走功劳，是因为她是只支配活在阴角落里的贼，而你视她为白月光，为了她践踏我的深情，是因为你根本就是个眼盲心瞎，只配合毒妇共沉沦的蠢货。如今东窗事发，你没了实权，成了朝堂的笑柄，便想拿着当年的救命之恩来我这里找退路。侧妃、执掌内附，萧景睿，我是明媒正娶的将军府女主人，天子亲赐的御婚，你居然有脸让我放着堂堂正正的正妻不做，去你那臭不可不闻的瑞王府做一个妾室？你这个疯女人，你竟敢公开抗旨只拒婚，对本王不敬！对你不敬，萧景睿，你还不配。
我的脸，本王的脸啊！沈清哥，你敢弑杀皇子？滚！我夫君霍战顶天立地，是护我大齐江山的英雄。他即便真身死瓦口关，他留给我的10万兵符与不世之功，也足够让我在这大齐朝堂上挺直脊梁做人。你那肮脏下作的侧妃之辈，在我沈清哥眼里，连我夫君霍战在战场上骑过的战马都不如。回府。这。沈清哥，沈清哥，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大牢重地，谁在里面嘀嘀咕咕的？老实点儿！官爷，官爷您过来，妾身有天大的富贵要送给您。官爷，这是大通钱庄借自己队的3000两现银对牌，妾身不要您劫牢，只要您今晚换班出宫时，将这封血书送到城南永安坊的九指哥手里，这令牌便是官爷您的了。成，算你这娘们识相，老子今晚就给你送过去。九指哥，死牢里传出来的血书。老大，这柳侧妃在信里说什么？哼，柳如霜这娘们说，定西将军府如今只剩下一个断了腿的沈清歌和几个伺候的丫鬟。只要咱们今晚能带人潜入将军府，毁了沈清歌的清白，事成之后，定远侯府在城外的2处秘密司库，里面的10几万两白银便全归我们兄弟了。10几万两，老大，那可是将军府啊！虽然霍战带兵出征了，但万一……你怕个屁！老子早就打听清楚了，霍战那个兵马为了去瓦口关救急，把府里的黑甲卫精锐全给带走了，连去断魂邪粮。沈清歌动的也只是沈家的普通文官。如今那将军府里，除了几个守门的老弱偏残，就剩下一个坐轮椅的残废女人。富贵险中求，今晚月黑风高，兄弟们带上迷烟和家伙。老大英明！夫人，大理寺死牢的胖狱卒在1个时辰前秘密会见了永安坊的9指流氓，如今共有36名手持兵刃的市井亡命之徒朝着我们将军府的后墙摸了过来。夫人，属下这便带兄弟们去把这帮安扎玩意儿似的脑袋全拧下来。小姐，他们居然想用这等下作手段来坏您的清白！柳如霜这个毒妇，当真是该死啊！慢着。我前些日子故意放任那几个粗使婆子在府里嚼根，说府内防卫空虚，为的就是将后方这最后几只藏在暗处的耗子彻底引出来。柳如霜如今身在大牢，还能兴风作浪，说明定远侯府在京城地下还留有死线。今日若是在墙外他们杀们司库与勾结的朝臣线索，便全断。统领，守门的护卫全部撤去偏院，将军府后墙内院大门全部打开。今晚我要来一场开门一道。夫人，这万一惊扰了您的凤体，我若是连几只市井害麻都收拾干净，日后还如何瓦口关前线搏命的夫君？去布瓦吧。记住，要活口。属下得令。老大，奇了怪了，这将军府今天晚上怎么连个巡逻的更夫都没有？后门居然连锁都没挂！呸！你懂个屁！那沈清歌是个断了腿的废人，府里那几个老妈子丫鬟懂什么防务？肯定是今天白天干活累了，早早睡下了。这是老天爷开眼，送咱们兄弟一世的富贵。兄弟们，跟老子冲进去！男的全部杀了，女的把那沈清歌给老子死死按在榻上，动作快点！哈哈，霍夫人、沈大小姐，别躲了！你那兵马夫君死在关外了，哥哥今天晚上特意带了这么多兄弟来好好疼惜疼惜你这尊贵的衣品。9指哥是吧？你们太慢了，
本夫人在这里已经等了你们整整半个时辰了。你居然没睡？你知道我们要来？不好，中计了，快撤！撤啊！既然进了我定呆将军府的大门，又岂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夜闯一品官邸，意图行凶者，杀无赦！臭娘们儿，老子跟你拼了！夫人小心！柳如霜在死牢里给你的血书在哪儿？定远侯府在城外的司库对牌在哪儿？统领，连夜点齐暗卫，将这些流氓无赖，连同这封血书和定远侯府的对牌，全部扭送宗人府与天子御前。我要让全大齐的百姓和文武百官都看看，前方将士鬼魅杀敌之时，这方鬼魅魍魉是如何触犯我大齐国法、践踏伦理道德的。属下遵命。带人犯。王爷救我呀！我是冤枉的，是沈清歌陷害我。柳如霜，事到如今，你还觉得这是陷害？前夜你公然买通大理寺胖狱卒，将血书传出死牢，勾结城南永安坊的九指流氓，带刀夜闯定低将军府，企图毁本夫人清白，斩草除根。这一桩桩一件件，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要演你那副楚楚可怜的白月光戏码到几时？他胡说，我没有，那些流氓我根本不认识。宗正大人，这个疯女人因为嫉妒妾身得宠，故意设下连环陷阱来害我定远侯府啊！王爷，您说句话呀！您最是懂双儿的，双儿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死，怎么会干出这等下作勾当？人犯如霜，你休得狡辩！永安坊流氓头子九指以及大理寺狱卒皆已签字画押，那封血书上的字迹经兵部拓印对比，确系你亲笔所写，你还有何话说？大人，民女有罪，民女要招供，民女全招。翠儿，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蹄子，你敢胡说八道一个字，定远侯府绝对扒了你的皮！肃静！只要你今日说的句句属实，我做主保你家人一条生路。谢夫人开恩！大人，王爷，侧妃娘娘她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子。他不仅这次买凶谋害一品夫人，他这3年来在王府里享受的所有风光、荣华富贵，全部是从小姐姐沈清歌身上偷过来的。翠儿，本妃撕了你的嘴！说，当年在破庙里染了疫病，危在旦夕，当年根本就不是我家小姐救的您。那天晚上，是我家小姐在破庙附近的庄子上避暑，无意间瞧见沈清歌大小姐满身是汗，一身完之后从破庙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一张刚刚写好的炭笔药方。你再给本王说一遍。当年在破庙里照顾了本王3天3夜，差点连命都丢了的救命恩人，到底是谁？是沈清歌，是沈大小姐啊，王爷！当年沈大小姐为了染上了疫病，高烧了几天几夜，差点就死在了庄子上。是我家小姐柳如霜，见那药方平定了瘟疫，立了大功，又见王爷您回京后成了得宠的皇子，他贪图富贵，便在3年前的诗会上故意设局设计，偷走了沈大小姐一直贴身收着的对牌和那块擦汗的粗布手炮，在王府里冒名顶替，欺骗了您整整3年啊！不仅如此，3年前南边水灾，沈大小姐在暗中用沈家的商路给灾民捐闹了10万担粮食，也是我家小姐柳如霜买通了户部的官员，硬生生改成她定远侯府的名头。还有2年前，太妃娘娘生辰，沈大小姐熬夜1个月山抄的百服万寿金，也是我家小姐在宫门外使了银子，换成了她自己的名字送进去的。这3年来，凡是沈大小姐做的好事立的功劳，只要是对民生有益的，我家小姐柳如霜没有一件是不偷的。你闭嘴！你在构陷本妃，沈清歌，是你买通了她，我要杀了你！带下去，掌嘴！宗正大人，人证物证俱在，
柳如霜犯下通敌劫粮，意图弑杀一品告贵，公然败坏刚刚从伦理数罪，罪不容。今日恳请两位大人依我大齐律法，对这等祸国殃民之毒妇严正大齐乾坤，以安我前方10万流血牺牲的边防将士之军心。霍夫人放心，本官身为皇室宗正，定会秉公执法。疑犯柳如霜德行败坏，触犯国法，今日起革去其瑞王侧妃之位，其买凶谋府教女夫人通敌劫粮罪大恶极，依大齐律刑，即日执行。服冰月之位，满门抄斩，财产充公。听主，我们回府。将军在前方，想必已经快要凯旋了。本夫人还要在府里为他亲自温一壶庆功酒呢。是夫人。被个满腹心机的贼人骗了整整3年，为了个冒名顶替的毒妇，把真正有不世之功的救命恩人弃若敝履。为了那柳如霜，把霍夫人满手石伤雕刻了3个月的玉佩当众摔碎。如今想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就叫珍珠换了死鱼眼，当真是眼盲心瞎，枉读了圣贤书。闭嘴！本王让你们闭嘴！来人！来人！把这听雨阁里所有关于那个毒妇的东西全部给本王扔出去！扔出去！是。把他的衣服、他的饰品、他的琴，全部给本王扔到大街上的泥潭里。还有那个毒妇带进府里的陪嫁丫鬟婆子，凡是定远侯府出来的人，全部扫地出门！滚！让他们全部给本王滚！当年3年前母妃寿宴那天，本王摔碎的那枚辟邪玉佩在哪儿？沈清歌亲手雕刻的那枚玉佩碎片在哪儿？告诉本王，你们把它扔到哪儿去了？王爷，当年的事情都过去3年了，那碎玉当天晚上就被洒扫的奴才当成垃圾扫进后花园废弃营里去了。给本王找，去把那口废井给本王挖开。找不到那枚玉佩的碎片，本王把你们全部活活乱棍打死！青哥，本王求你，求你见本王一面啊！本王知道错了，本王真的知道错了，是本王眼盲心瞎，误信了柳如霜那个毒妇，让你平白受了3年的委屈。青哥，你出来打我骂我，杀了本王都成，求你，求你别不见我！瞧瞧，这就是那位不可一世的瑞王殿下。当初人家沈大小姐满心凶案都是他的时候，他把人家当草芥。为了个绿茶贼人当众践踏人的尊严，如今真相大白了，发现自己丢了珍珠，捡了死鱼眼，倒又跑来装什么深情了？呸！这迟来的深情，简直比那长街上的臭草还要低贱。要是换了我是霍夫人，连大门都不会让他进。夫人，萧景睿那个无耻之媳已经在我们门口跪了整整2个时辰了，手里还捧着当年被他摔碎的那块破玉，哭天喊地的求您见他一面。府门外的老百姓越聚越多，暗卫统领来问要不要把这个脏东西扔进护城河里去。不必脏了我们将军府的手。他在全京城百姓面前演一出痛改前非的深情大戏，无非是觉得只要他放低了姿态，我就会心软，会回头。听主，推我出去。青哥，你瞧，这是当年你送给母妃的那块辟邪玉佩啊！当年是本王混蛋，是本王被柳如芳蒙蔽了双眼，亲手摔碎了它。这2天2夜，本王不眠不休，把后花园的废井都挖开了，亲手把它们全部找了回来。青哥，求你收回这块玉，原谅本王这一次。只要你肯回头，本王保证立刻进宫去父皇面前长跪不起，求父皇收回你和霍战的玉婚，本王要娶你当瑞王正妃。青哥，你心里是有本王的，你快收下这块玉啊！萧景睿，你以为你用黄金将这碎玉拼凑起来，当年的肮脏与践踏就能一笔勾销了吗？青哥，你闭嘴！当年被你亲手摔碎的，可不只是这一块区区的石头。你如今跑来这里，跪在泥潭里哭天响地，是因为柳如霜在大理寺死牢里招供了所有下作的勾当，定远侯府满门抄斩，
你失去了户部的实权，沦为了满朝文武公然嘲弄的无脑皇子。你发现你依仗的白月光是个卑劣的贼，你发现你失去了这天底下最毫无保留的底牌。你如今的深情，不过是发现自己一败涂之后的无能狂怒与利益乘凉。萧景让，你口中的每一个字都让我觉得肮脏、恶心。我孤军获战，14岁从军，手里的刀斩的是蛮夷，身上的甲护的是百姓。他在黑风谷甲可以用自己深可见骨的后背替我挡住狼王的致命一击。他出征前夜可以把10万兵符全部身家毫无保留的双手奉上，只为了保我一生无忧。我如今满心满眼都是我那在战场上为国搏命的夫君，他顶天立地，是护我大齐乾坤的英雄。而萧景睿，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和我的夫君相提并论？拿着你的破玉滚！闭门掌灯。是夫人。不，靖哥！夫人，宗人府的大理寺会诊已经彻底定夺，定远侯府满门抄斩，财产全部充公。柳如霜罪大恶极，已于昨日午时在西市口行了绞刑，死状极其凄惨。至于瑞王萧景睿，自从前些日在我们将军府大门口吐血昏死过去后，他便彻底废了。陛下收回了他的全部王府签兵，将其幽禁在府内。听闻他如今每日只知道抱着一块用金子拼凑起来的碎玉佩，又哭又笑，整个人已经疯癫了大半。恶有恶报，这都是他们应得的下场，活该！夫人，北疆800里加急战报，瓦口关大捷，我大齐霍家军联合北疆6州驻军设下埋伏，已将晋陕蛮主力捐于洛阴谷下，斩首3万。北蛮单于的大印已被我军截获，大捷啊！大捷，太好了，将军赢了！慢着，既然是大捷，你为何哭成这般模样？将军呢？主帅霍战如今身在何处？在撤退途中遭遇了北蛮残部的疯狂反扑，将军他连人带马被逼得坠入了瓦口关外万丈深的断魂悬崖。如今边关大雪封山，残部搜寻了3天3夜，只找到了将军的一角血衣，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啊！夫人，将军为了在乱军之中斩杀北蛮第一猛将拓跋越，单枪匹马孤军深入敌阵腹地，虽然最后手起刀落，一刀凹手，可他自己也身中数箭，战马力竭。不许哭，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霍战是天子亲赐的战神，他命硬得很。传我令，命令留在边关的3000暗卫，就是把那断魂崖底的每一寸泥土都翻过来，也必须给我把将军找回来。属下得令。哼，那沈清哥怎么还没来？怕不是躲在府里哭得下不来床了吧？哼，到底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内阁千金，男人死了，他的天也就塌了。夫人啊，末将无能，没有护好将军啊！混账，把眼泪憋回去。将军只是坠崖，至今下落不明。谁告诉你他死了？谁准许你们擅自抬着这没用的破木盒子，在京城长街上哭天响地的？霍家军的儿郎们，我夫君霍战14岁从军，10年来在死人堆里爬了无数次，哪一次不是九死一生杀回来的？他是大齐的战神，他的命比那泰山还要硬。他出征前夜曾对我立誓，即便到了阎王殿，他也能单枪匹马杀回来。在他回来之前，我便是这将军府的天。今日大军全歼北蛮，乃是我大齐千秋万代的不世之功。给我昂起头，挺直脊梁，把这单于的大印抬进皇宫。谁此时动摇军心，言败哭泣者，本夫人依霍家军军法就地斩首，绝不姑息。末将谨遵夫人之命，将军不灭，霍家军不倒。霍军不灭不倒，将军不灭，霍家军不倒。好一个霍夫人，好一个一品诰命，当众大放厥词，甚至公然拔刀劈剑灵柩，威逼朝廷命官。沈清哥，你当真是把这大齐的国法当成了你将军府的私堂不成？我奉兵部与户部尚书联合手谕，定兴将军霍战孤军深入，
坠入万丈断魂悬崖，至今下落不明。前方10万大军不可一日无主，边关防务更不可落入妇人之手。沈清歌，你身为后院副道，公然在城门口挟持军心，图谋不轨。现在立刻给本官将霍战出征前留下的10万边军至高兵符双手奉上，否则本官今日便依大齐律，以通敌煽动叛乱之罪，将你当场拿下。放屁！这个朝堂蛀虫，将军九死一生在前方杀敌，你们这帮小人却要在后方夺权！大胆！霍家军当真要公然造反不成？钱大人，柳沧海昨日在西市口被绞死的时候，你没去送他，真可惜了。你说我挟持军心，我夫君在瓦口关全歼北蛮10万主力，为我大齐千秋万代的不世之功，他们是凯旋的功臣，本夫人带夫君前来迎接大齐的脊梁，何错之有？至于这兵符，这是我夫君出征前夜，当着定西将军府3000护卫的面，亲手交托到我手里的。我夫君曾有将令，见此符者，如主帅亲临，可调度北疆10万将士。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兵部侍郎，无圣上亲笔御批圣旨，无宗人府会审大印，仅凭一张兵部尚书的私人便帖，也配在我面前染指着护我大齐乾坤的10万兵权？拿着你那张废纸滚！否则霍家军3000暗卫今夜便可依大齐例，以觊觎军权、意图谋反之罪，将你当堂拿下。来人，给本官上！沈氏抗旨不遵，图谋造反，将他拿下！夫人，老子本将来迟了，我这一身的血腥气重，你别嫌弃。老子没食言，老子从阎王殿里爬回来了。你这个笨蛋，你终于回来了！刚才老子在官道上隐约听见你用兵部的手钺威胁本夫人的安全，你还要剥了本夫人的诰命祈福，治他一个图谋造反之罪。霍将军，误会，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谁借给你的狗胆？霍家军将士听令，排起北蛮谭徐的大印，随本将与夫人，我们进宫面圣庆功。将军万岁，夫人万岁！臣霍战，臣妾沈清歌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好，好，两位爱卿快请起。陛下，微臣有本要奏，霍将军克敌制胜，乃是我大齐的功臣，臣无异议。可沈氏不过是一介后院妇道，虽有一品诰命之身，但大齐开国以来，从未有女子登金銮殿面圣受封的先例，此乃品级私臣，坏了我朝纲常礼法。况且微臣听说前些日子在西城门外，沈氏公然在万军面前拔刀劈砍灵柩，甚至纵容霍将军将兵部侍郎钱切当场踩成重伤，此等暴虐目无国法之举，若是不加严惩，反加封赏，臣我恳请陛下降旨缩去沈氏诰命之环，以正朝纲。张岩，你给老子闭上你的狗嘴！前线将士流血杀敌的时候，你这老东西在大后方享清福。我夫人冒着漫天大火深入断魂峡，为10万边军送去过冬抢粮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在这京城里喝茶写酸诗，钱谦勾结贼人通敌劫粮，意图活生生饿死我霍家军10万儿将，他该死！本将踩碎他的狗脸都是轻的，你敢动我夫人一根毛，老子今天就扒了你的皮！霍战，你放肆，竟敢在御前威胁言官，目无君上！张大人，您口口声声拿着纲常礼法、目无国法来当成大帽子压本夫人，本夫人倒想请教大人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前线边军危在旦夕，户部兵部贪官官污吏中饱私囊，故意克扣10万边军3个月口粮，大人的国法在哪？如果不是本夫人连夜全卖了嫁妆资产，商东路筹结10万担粮食，前方大军早已断粮自溃，届时北蛮铁骑长驱直入，踏碎我大齐江山，大人的礼法能不挡住蛮夷的蛮刀？第二个问题，断魂峡内，定远侯府柳沧海私调死士，意图烧光粮食，劫杀一品诰命，
本夫人用一场大火将这帮通敌卖国的国贼烧得全军覆没，将刺客首领扭送宗人府，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这叫用霹雳手段守我大齐律法，怎么到了张大人嘴里，反而成了目无国法？难道在大人眼里，只有本夫人乖乖躺在那儿，任由通敌的贼子宰割，才算符合你的妇道礼法吗？至于第3个问题，西城门外军心动摇，前妾拿着一张兵部的私人便签，意图在主帅下落不明之时，强行剥夺霍家军的10万兵权。他觊觎军权，意图煽动边军哗乱，其心可诛。我夫君霍战百战归来，一脚此乃将其踩废。本夫人拔刀劈烂那没用的空灵教，是要告诉10万霍家军，主帅未灭，将门不倒。本夫人携1品兵符稳定大齐北疆边防，此乃天大的忠诚。本夫人倒想问问，你究竟是收了定侯府残部的多少银子，才敢在金銮殿上公然为通敌的卖国贼高唱赞歌？微臣冤枉啊！陛下，臣对大齐忠心耿耿啊！够了，张廷，你枉读了圣贤书，在前线着将士拼命，霍夫人倾家荡身救国之时，你不仅毫无作为，如今天下大定，你倒跑出来拿着几条腐朽的规矩抹黑大齐的英雄，朕看你这御史大夫也是当到头了。来人，剥去张廷的朝服，贬为庶人，流放3000里，永不录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日论功行赏，特进封霍战为1品镇国公，世袭罔替，赏黄金1万两，良田1万顷，可配紫金绣带，见君不贵。镇国公夫人沈清高虽为女流，但高风亮节，倾家荡产，筹粮10万担以安居今。于断魂峡大破叛军死士，智谋无双，在西城门外单手劈灵柩，稳定3军防卫，乃是我大齐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今日特破格指婚加封，晋封沈清高为1品镇国公夫人，赐御笔亲题，巾帼衔内金匾1面，特赐其可持兵符，随时入宫面圣，参与北疆6州军需防务之权。钦此。臣霍战谢主隆恩。臣妾沈清歌谢主隆恩。来人，将罪逆萧景睿带上前来。清歌，本王错了。逆子，你还有脸在这大殿上装疯卖傻？萧景睿德行败坏，眼盲心瞎，身为皇子，不思报效国家家，反而沉迷于私情，宠妾灭妻，致使王府丑闻连连，败坏皇家纲常伦理。今日起，革去萧景睿睿王夺位，收回其名下全部亲兵资产10亿，念在皇家骨肉，免其死罪，贬为庶人，永世幽禁于京郊枯山古庙之中，非死不得出。其子孙后代永世不得录用为官。不要啊！父皇饶命啊！沈清歌，本王错过了你，本王这一生全毁了。夫人，本将军今天在殿上表现得当真不赖。那张廷老痞子想欺负你，被你几句话骂得连亲娘都不认识了，真他娘的痛快。清哥，以后这整个大齐，谁要是再敢在背后嚼你一个字的舌根，老子直接带着10万霍家军抄了他祖宗18代。从今往后有老子在，你天天在家里享清福，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清哥，清哥，吃吧，逆子庶民！别说哥们儿不照顾你，这可是昨儿个城里大户人家倒出来的泔水，里面还能瞧见几块肥肉呢。别过来，刘如霜，是你害了本王，是你害了本王啊！今天早晨，镇国公府举行冬日宴，那新晋封的国公爷霍战，为了不让沈夫人的伤腿沾染上半点冬日的寒气，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亲自跪在雪地里，把沈夫人从软轿上抱了下来。那护短偏爱的劲儿，真是把全京城的千金小姐们都羡慕的眼珠子都红了。瞧瞧，这就是当年不可一世的瑞王爷，为了一个偷梁换柱、满腹心机的恶毒妇人柳如霜，把沈大小姐当成草芥。嘿，那柳如霜到了地府，怕是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财产全部充公，真是因果反噬，斩草除根啊！夫人，夫人，水开了，水开了。疼不疼？夫人要是觉得烫了，你就狠狠掐老子的肩膀。不烫，将军的力道极好，有将军在，清哥这下半辈子当真是再无半点风霜了。哈哈哈哈哈，那是自然，老子早就立过誓，这辈子这西将军府、这镇国公府的老小，包括我霍战这条命在内，皆
听夫人差遣。